现在民进党与其说叫绿共，我就更像绿粹，猎杀陆配，猎杀外省，该不会猎杀客家人吗？把人分成3、6、9等，联合国几个就几个，在赖清德的治下，真的被摧毁的机会是越来越高。个人最终有一个很核心的逻辑，就是纳粹化猎杀，绿卫兵式效忠，这都符合赖清德团结在他名义之下的台湾独立。现在不起来革命，什么时候起来革命？把你家党部都抄了个遍，资历最有威望的黄埔警察都压了。如果今天朱主席真的牺牲，会激发国民党沉睡上100年的革命记忆。史立伦吓死活清德，白色曼德拉结合蓝色曼德拉，2028朱科佩坦克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阮宜书，你为了大罢免，连八炯这种家伙你都用。谢志伟他说，民进党是民主自由的象征，纳粹是民主自由的象征。他跳出来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我是觉得非常扯。当然后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大家要摆脱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这种事情，不要看到洋人就下跪，要跪多久？如果照现在这样跪啊，那我们真的被川普吸得干，血包都还不够用。八炯这种人，他去执行这种大战略，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荒诞的，他完全就是这种政治斗争。其实八炯就是纳粹行径。现在民进党与其说叫绿共，我觉得更像绿粹，绿色纳粹啊，猎杀陆配，猎杀外省人，该不会猎杀客家人吗？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个事情，把人分成3、6、9等，联合国几个就几个。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很想争取成为国家，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不完整。你这种论述可以在到处乱走，然后宪法乱讲，然后到处跑。可是他这个战术是成功，因为他用这种第三方的方式出了包，比如说419青鸟大集会就有几千人去，426 25万人上街头啊，这时候人数输了怎么办？反正锅是八炯背，八炯家就说我是4人公司啊，这个国民党几10万党员，民众党几万党员欺负我一个小八炯。赖清德、吴钊燮还有游锡堃旁边的这几个共谍是谁侦破的？这几个共谍应该是太严重了，可能背后有其他的力量在施压。我的怀疑，你说的完全正确。是谁可以把赖清德周边的人丢出来，直接打赖清德吗？有能力打的要有2个条件：第一个敢打，赖清德不敢回手；第二个你要掌握资料。一般人怎么掌握资料？蔡英文在背后搞事的机会不低啊，这些人都是他非常熟悉的人。我认为蔡英文对吴钊燮头也不甩就离开他，投靠赖清德，搞不好他得到某些情报，吴钊燮被赖清德重用之后再搞他。我的判断，一次把他砍就，你觉得有没有道理？而且我认为蔡英文对林佳龙、对于吴钊燮、柯建铭都不是很亮心。更不得体的还不在这里，不是穿错，跑去跟拜登合照，还发新闻，大肆宣传。你是觉得我们台美关系坚若磐纳吗？你是活腻了吗？你知道川普有多讨厌拜登吗？赖清德访美的时候，还跟民主党 Nancy Pelosi 通电话。联邦众议院的荣誉议长，2个人有通上电话，他希望能够祝台湾赶快来完成立法。民进党完全不想要经营台美关系。我一个深刻的观察，我认为赖清德这一系列错误的判断，包括把关税跟所谓的汇率当成公子线头送礼，用贵的用舔，其实最主要就是战略误判。谁让他误判？就是黑熊。黑熊是赖清德现在真正的智囊。黑熊是拿 USAID 的钱，他就是妥妥的美国安插在台湾的线，完全不敢否认。他只是在那说收美元，这个机构是深度的民主党所渗透跟掌控的，包括里面的公务员都是民主党安插在里面的。他常年拿这个钱，而且这个钱他是承认黑熊他总共有这个3大块的组织比较重要。第一个叫 Double Thinking Lab 台湾民主实验室，我把它叫做一个头2个大。第二个叫黑熊学院，第3个是控制青鸟的这一系列的组织，包括现在控制青鸟团体、救国志工团这种，这个都是他们在弄。Double Thinking Lab 是大家最要注意，就是台湾一头2大。这个组织从成立开始就是拿美国的钱，黑熊拿的是台湾的标案，拿的是民进党的拨款，而且是他们自己写在他们的公开的会议记录跟新闻稿里面，非常夸张。当时黑熊跟他们台湾民主实验室应该也是联合创始人之一，要去接民进党立法委员的部分区候选人，他们要辞掉，在这里面写得很清楚，说我们都是拿美国的官方或民间的补助款，到这么赤裸的程度，他们以此为荣，不拿台湾钱，拿美国钱。柯建铭这个人做人非常圆融，最近遭奸只有2种情况，就是老人躁郁啊，第二个就是我想不出来，第二个我想不出来，我再也想不出来。你可以看他过去从政，很少跟人家打碎心啊。是在我现在的观察，我反而觉得是他有某些把柄被赖清德张到。
最明显就是之前香港有对港商告他说你欠我很多钱。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柯建铭的二儿子在对岸是做很久的生意。一开始黄仁敏还在想说是不是他不同意赖清德故意把他弄乱，其实我后来觉得是相反。如果要掌控青鸟，那就看谁比较疯，因为青鸟喜欢最疯的。那么多百万网红去帮赖清德，是几十万网红，为什么最后是八囧胜出？因为八囧最疯啊。柯建铭以前脸书没什么在看，现在每天几千只青鸟固守，一出文就按赞，留言啊，总之好棒。前阵子因为这阵被下封口令了，他比较沉寂，要领导青鸟就要够疯。就像刚才彭一讲的，老黄灯这个绝对有，就是柯建铭的体面。他要怎么继续当这个总召？因为确实有放风声说要把柯建铭换掉，所以如果你不拼不冲，我是认为赖清德可能会让他很不体面。照这样的状况，他只能最后冲一把。柯建铭在发疯之前还是温文儒雅，每天写那个文章。赖清德跟蔡英文最大不一样，蔡英文不管在共和党或民主党都有一定的线，共和党现在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是很激烈。这个沈伯洋主要就是民主党，所以你看他牵的线都是民主党，那最多是共和党建制派是蔡英文的线，但现在当朝当权的是共和党马嘎派川普的铁杆，完全是两拨人，而且这两拨人是互相敌视的，非常强烈的对战敌视。这就是为什么赖清德一路压歪，因为他只有这条线，他又看到黑熊可以这样长年累月拿几千万，根据我们统计，他相关他的组织啊，赖清德就是相信说透过黑熊可以跟美国人对接，结局是悲惨，川普根本不甩也不鸟你，结论只好送的更多，送的更大。第一个是关税的事情解决不了，第二个是每一次说我们是所谓的优先谈判国家，结果每一次被贝森特打，贝森特出来讲就是没有嘛，最后只好在汇率上面真的是用贵的，最扯是礼拜一的夜盘一路跌到26.9块台币，台湾真的在赖清德的治下被摧毁的机会是越来越高。这个人最终有一个很核心的逻辑，他就是纳粹化猎杀，绿卫兵士效忠，这都符合赖清德要团结在他名义之下的台湾独立，以他赖清德大皇帝之下的台湾独裁，台独只有他独裁才有办法完成。他的理论基础很简单，对他来讲，什么叫团结？团结叫做无从跪舔。他在外面受尽了各种凌辱，他觉得他咬牙切齿在为这个家，回头把老婆小孩打得遍体鳞伤。我在外面为了你们做那么多，你们为什么不听话？他这种心态的扭曲转换，蔡英文有多坏，赖清德就学得个几分啊。蔡英文再怎么样，他还会演一下。朱立伦给我卡起来了，抓他从理性来看是不利，抓他对蓝军其实是有利。史立伦吓死活清德，那个就叫曼德拉连线，白色曼德拉结合蓝色曼德拉，2028朱科配躺着都赢。因为朱主席啊要积极主动争取成为蓝色曼德拉。民进党以前最喜欢曼德拉的故事拿来神化自己，因为绿色曼德拉是施明德。如果今天朱主席为大义而牺牲的话，对蓝军是一个蛮强的一个激励跟团结。当年孙中山跟黄兴跑到正南宽去开枪开炮，那不然孙中山怎么会万民拥戴？不然他之前是在越南搞革命开枪开炮。如果今天朱主席真的牺牲的话，真的会换得国民党史无前例的激发沉睡上100年的革命基因。国民党是比中华民国还古老的存在，国民党是1895年乙未割台，孙中山当时他们气的啊，不能接受啊，台湾已经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省。什么叫省？建省就是中国的核心领，中国从来没有这么憋屈丢脸过，核心领土整个丢掉。以前割黑龙江以北啊，乌苏里江以东，那个都是边地爱魂条约，但是一旦建省，省是不能丢的。结果清朝腐败到不堪，不敢争回来，李鸿章气的还挨了一颗子弹。这种屈辱，孙中山毅然决然就来就革命嘛，敌人杀到你面前了，已经把你家党部都抄了个遍，资历最有威望的皇帝锦楼都压了，现在不起来革命，什么时候起来革命？就是把政治生命捅一刀，就是进去做蓝白曼德拉出来，就会变成台湾之友，这总统就有了。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。这些国民党人都是为了大义，大家心里都很不舍朱立伦。接下球就是赖清德、蔡英文啊，正大蔡英文的论文我们就看得到啦。朱主席已经打了那么多漂亮的仗，人生最后2仗，一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慢慢连线，第2仗呢就是2028。我相信到时候大家都秉于大义，不管是黄国昌或卢秀燕，大家就是恭送朱科上总统府，惩治正义，把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，邱丽林志展这些人通通抓去关，彭文正通缉取消，这凯旋归国，政治豪赌很重要。这时候如果朱进去的话，每次开庭就有2个人，大家还可以交接帮。用常理去推断，交保又羁押，就2个人都关起来。第一次开庭3个月，让你热闹一下；第2次开庭1年半；第3次开庭3年后，柯文哲、朱立伦这6个字你就已经快写不下来了。历史最不会被学会的是历史教训，那是因为忘记的人才会这样。如果记得的人，不要好了伤疤忘了。说得好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时时刻刻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情，我们台湾才会越来越好，才能够往前迈进。虽然
李进勇已经呛组织犯罪，看起来山雨欲来风满楼要冲到巴德党部，就是这个司法我们大概很难用常理去检测它。毕竟这么多人在看，有曼德拉还在为我们努力的时候，史立伦吓死活清德这个戏就会出现，旁边还有一个柯文哲，刚刚好，立伦、清德、文哲那一起燃烧，未来台湾的政坛是精彩可期。